在家导航过，我家离火葬场不到800米。导航推荐我步行。大家好，我叫陈爱。我去年过得不太好，一直在搬家，而且很倒霉。我搬到哪儿哪儿修路，搬到哪儿哪儿修路。我都怀疑上海这城市发展，不会是我带动的吧？怎么追着我发展呢？是不是上海原本都没有这么多路？我搬多了，才有了路。最近住的地方倒是不修路了，给我弄钟点来了。我甚至发现附近还有个火葬场。本来我只想找个偏点的地方，那这也太偏了，偏到让你觉得这地方就该有火葬场。还有农家乐，也合理，喜丧嘛，方便吃席。这边刚烧上，那边已经起菜了，真的很近。我在家导航过，我家离火葬场不到800米。导航推荐我步行。现在出发，预计10分钟到达目的地。这个距离让我特别有安全感，感觉人生都有了退路，就很方便。我去剧场坐地铁还有1个半小时，火葬场10分钟走到了。你知道这对我的意义吗？脱口秀讲得好还行，要是讲得不好，我就去那边逛逛。这儿火不了，还能去那儿火一把。没法在台上风光，我就去火葬场风风光光。而且当你的人生有了退路，你的心态都会特别好。比如我现在都不怕别人催婚，每次听人说你现在不结婚不生孩子，以后死的时候都没人给你送终。我想10分钟的路，送啥送？他们来的没我走得快呢。而且送终这事儿我有经验，我送过我姥，还是2回。因为前几年我姥姥90多的时候说不行了，当时我们所有人请假，坐最快的一班飞机，专门跑过去给我姥姥送终，送了2个多月，没送到位，就先回去了。走的时候我姥姥还挺精神，还说要送送我。真的送终真的不能太久，心态会变化。刚去的时候我想，姥姥我舍不得你，但2个月之后我开始觉得，早知道换个便宜点的高铁了，反正你又不着急，来的早不是来的巧吗？所以电视里见亲人最后一面都是姥姥我来晚了，我们是姥姥我来早了。就不能有一次正正好，说姥姥我来着了。而且我姥姥后来也没走嘛，她就过了1年多之后才走的。这中间我还生了一场大病，差点走她前面。走她前面也很尴尬，我姥姥得咋想？太客气了吧？说好送我走，咋成带我走了呢？所以经历过这件事之后，我绝对不让别人给我送终，因为我特别害怕麻烦别人，尤其是让别人把所有事都推了，专门过来等我死，没有礼貌。
而且是等我死。就你们被人等过没有？本来也不着急。越等越急呀、还是这么多人同时等我，就感觉再活下去都有点不懂事儿了。所以到时候他们来，我也会把人都赶走。我说都回去吧，别等了，我按照自己节奏慢慢来。真的，我觉得送终这件事儿就是有人在你面前等你死，一旦弄清它的本质，甚至可以改变一些规则。比如送终一定得是亲人吗？仇人也行啊。反正大家目标一致，就是送你走嘛。反正我不知道你们，但是如果我哪个远房亲戚要走了，我都不一定想去。我想谁呀？没见过，没啥感情。但如果我最恨那个人要走了，我绝对去，感情太深了。我不光想送送他，我都想催催他。甚至到时候他走了，别说请假，辞职我都去。反正公司少我一个也死不了，但那边少我一个，我怕他活。而且我送终应该比那些亲人有效率，只要我去，一定给他送走。你们应该也能听出来，我现在有点绝望。确实，今年录这个节目，演员一个个都很卷，还在那争什么复活金牌，有啥用？能复活我姥姥吗？而且我看到这些人在台上那么拼，我就想，你们这么努力图啥？不就是想火，想燃吗？我家那边也能办到。一会儿讲完，有梦想、有野心的人都跟我回去。很方便。你在台上想火，需要很努力逗笑观众，也不一定成功。但到我家那边，只需要先躺平，然后跟师傅说：“麻烦你，我要大火。”这样就收下去。谢谢陈爱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陈爱。我每次看陈爱演出，我都有个小的疑惑，你现在紧张吗？刚才讲的时候不紧张，因为讲的时候背下来了。但这个过程可能反而会让你压力更大一些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不会说人话。天真姐上次也是很喜欢陈爱的表演，就是我觉得，陈爱是一个，就她很冷门，就她的气质非常的奇妙，她又有一种又真诚，然后又锋利，然后又让你琢磨不透的那种感受，因为你好像听她讲话，你按你的逻辑，她应该讲一个什么事情，她就完全又到你的那个想象的反面去讲了另外一件事情。那你又发现他是对的，对，你又觉得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就好像被他讲破了真相的感觉。我也觉得是，我觉得陈爱有一种就特别超然的感觉，就是很自然、很正常的把一些个特别有道理的，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没有注意到的事儿，哎，这慢条斯理的，其实是拿着刀叉在切生肉，但是就觉得哎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。然后我太喜欢复活金牌了，我太喜欢了，就是那个复活金牌，复活姥姥。你们不就想在舞台上火吗？去我们家附近啊！我从来没来过这么丧的现场，有一种出席追悼会的感觉。丧吗？多燃呢！是不想燃的都在那边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如果我想我但凡有点什么避讳啊、忌讳啊什么的，我应该坐立不安。但是我觉得我听的还就挺高兴，只要在你的那个节奏里，去感受你想说的那个事儿，就那个共振啊什么就都有。这人反正
死去活来的哈，就是啊，这个想一下送走也不大容易的那个劲儿啊。咱今儿算来着了，啊，真是我们算来着了，我们这。我实话实说，我脑子里有一特别不应该讲的包袱。他说：“姥姥，我来着了。”姥姥也着了。我以为后半句真是这个。你肯定不能指望每一个观众都喜欢你这个作品，但是真的喜欢的就会真的喜欢，所以你永远在找的是真的喜欢你自己的那个人，对不对？是找寻同类吧。佩岑姐，我觉得是同类之一，因为看到后面是欢呼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好喜欢哦！我觉得你带给大家很多欢笑，而且你就是温温柔柔的，温温的，不要大火，温温的慢慢。那叫文火双面烤。哦，谢谢。但是我刚刚看到我们整个就是在聊天的过程中，然后你讲完之后，我看你拿着麦克风跟我一样，你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点抖？我很想知道你带给我们这么多快乐的人，你站在舞台上的你是快乐的吗？想赶紧离开，我就有点很紧张。嗯，观众笑的时候是快乐的。嗯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诗妍。我们家有一个小孩儿，现在孩子长得太快了，现在比我高，我都有点不太适应。真的，我从来都没想过，就是对于比我高的人，我还有抚养的义务。反正现在他管我叫妈，我想管他叫爸。我老公既是孩子他爸，也是我爷，也是他自己的孙子。我爸快到青春期了。如果你们家里头没有那种青春期的小孩，其实如果你上网的话，感受是一样的，就都是那种文化程度不高，然后自我意识很强，脾气也不太好。前几天我接孩子放学的时候，就听见2个小孩说，他说今天学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写的什么玩意儿？想给罗贯中祖坟刨了。我就说文艺圈不好混吧，死多少年了，还有差评呢。他朋友就说，他说啊，那不是文艺作品吗？他说那不行啊，他把曹操写成卑鄙小人了。我觉得他伤害了我，因为我就姓曹。那孩子就说，他说那曹雪芹还姓曹呢。他说曹雪芹哪一班？曹雪芹啥哪一班？曹雪芹讲脱口秀的。我青春期的时候没想过刨人祖坟。我是属于那种胡思乱想、智性恋。我那时候成绩不太好，然后但是我生物学的还行，我就天天担心，就是担心将来自己的孩子笨。那个时候就有了那种很严重的生育焦虑。反正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天上选妈妈的。我上初中就开始给他选爸爸了。我那个时候我不看帅哥我也不学习，我天天在教室里头研究学校成绩那个大榜。怎么说呢？反正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现在还是喜欢榜一大哥。但是第一次做父母嘛，确实是踩过很多坑。之前给孩子买过那种学习机，拿到手之后就感觉自己降智了，感觉自己说话像个傻子似的。我说孩子，你看妈妈新给你买个学习机，玩不了游戏，多有意思。你学习吧，他说是学习机，其实就是那种没有游戏的平板。就放在那块儿就是落灰，就天天就是落灰。我说这是学习机吗？这不灰机吗？我觉得这个平板它都不是没有游戏，它都没有道德。没有游戏的平板，那就是要饭不带碗，铁板烧不用铲，彩色电视没有色儿，珍珠奶茶不给管儿。Windows
Windows 不联网都能有个扫雷，他没有。好不容易找着一个游戏背单词儿的，说一个单词儿，那个小怪兽就没了。你再说个词组，大怪兽没了。但是你想干掉那个大 boss， 你得说一句流利的英语，你就感觉说的不是英语，是咒语。这游戏玩通关之后，孩子就跟老佛爷似的，满脑子就一个想法：我要洋人死。这家长现在就是很脆弱，我就感觉很容易就被一些东西击碎。前2天我在那个书店，在畅销书里看见一本书，叫《手把手教你上大专》，我有点崩溃了。当时我说什么玩意儿，上大专还用看书啊？哎，上真理。上大专有没有可能他就不爱看书？我说这个世界好像变了，就跟我那个时候不一样。我上学的时候看的啥呀？我上学的时候看的可是哈佛女孩刘亦婷啊。后来我上的大专吗？现在当家长了，直接给你摆一本上大专，让你认清现实。真的，我就问他们店员，我说，你说现在看点啥课外书还能上哈佛呢？他说，要不你看点课内的呢？就是现在书看不明白，现在孩子书包我也看不明白。现在小孩的书包叫大容量减负书包，你就感觉这个书包厂家的老板，他小学就辍学了，因为他但凡念到初中，他马上就能学着物理了。那玩意儿体积越大，质量越大嘛。你体积要变大，质量变小了，那确实是减负了。物理书没带。我就问他们客服，我说你这个大容量减负又是什么原理呀？他说我们吧是在这个书包里头加了一块板子，减少书包呢跟孩子这个颈椎的碰撞，让孩子感觉到减负了。我说那没毛病，你这书包容量不大，你都放不下这块板子。啥叫大容量能感觉到减负了呀？话还能这么说呢？那以后话都能随便说了。我感觉这抽烟还能润肺呢。我感觉喝酒可以保肝随便说呗。我感觉赌博可以发财。随便说了，我感觉录这个节目可以交到真心的朋友。随便说，感觉他们请的这些嘉宾、明星、各位导师，他们都是真的懂喜剧。随便说，我说的是上一季淘汰的嘉宾。哎呀，感觉现在自己有点喝多了呢。随便说了，感觉相声还是有未来的。话都随便说了，现在就感觉家长这些话都随便说。前2天我闺蜜就跟我说，她说：“哎，你说等咱孩子高考那天，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穿旗袍了？”我说又开始随便说了哈。我说孩子高考为啥妈妈要穿旗袍啊？腿上写答案了。这个又是什么原理呢？怎么孩子打野辅助咋是换上皮肤了？他说那个旗袍嘛，旗袍旗开得胜啊，寓意好。我说那是，我说那不爸爸光膀子寓意也好啊，寓意每个孩子都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着《花样年华》里边张曼玉跟梁朝伟他们就是没有孩子，他们要是有孩子的话，根本就浪漫不起来。张曼玉天天穿个旗袍叼个小烟儿，就是等孩子放学呢。梁朝伟说如果还有最后一张船票的话，张曼玉说别闹了，孩子今天高考。我今天所有的话都是瞎说的，对不起。
但是我现在还有一句正经话要说，其实可以不用把旗开得胜的重任放在妈妈身上，因为孩子有孩子的人生课题，妈妈有妈妈的花样年华，不然的话，我们都是一样的年华。讲完了，谢谢。谢谢史岩的表演。投票倒计时，最后3秒钟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史岩。你们4位后悔那个前面就把灯拍了吗？在他们不会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别生气，都是节目效果，设计的。我看史岩，我特别亲切。我觉得好像每一个家庭里都有一个这样的亲人，就是她是你的表姐或者表妹，原来那种大家庭里面，就是她，尖酸刻薄，满嘴牢骚，这个怪话特别多，幽默感又很强，但是这样的这个表姐表妹往往都是那个特别热心的人。是那个刀子嘴豆腐心的那个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刚才在这儿，就是这念叨叨在说这些怪话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反而升起了一种温暖的感觉。对我感觉特别亲切，特别好。没事的时候就真说你，有事的时候但你找他帮忙是真管用哈。对，也不一定帮你就我也是，我觉得自己有些方面很像我姑姑，甚至是不是啊？是。然后尤其刚才因为他有很多特别生活的地方，就是那个买学习机那会儿，真的，其实那几句话也没什么用，但是我就听着就特别有意思。学吧，你学吧你。其实我就特别喜欢那几句话啊。然后到最后他那个不是一直在说一些怪话。我突然在脑海当中把他和那个李家俊就勾结在一起，因为我想李家俊应该也是个怪人。我们的脱口秀演员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色彩能量，然后史岩就是一个观察那个世界的视角的非常的锐利，就他其实是有一个很敏锐的角度去来看那个事情的真相的，但是他讲的时候呢，他又不是那种刀刀见血的讲法，他又是比较温柔的给你讲了一个故事，然后那故事里面，有他的分析，然后有他的感受，然后再嘲讽你那么2句。没有节目效果，没真嘲讽，没事儿，哎呀，我们都记着呢。他今天讲的点题吧，《花样年华》，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好的，因为我们生活中也确实看到很多的母亲，可能当他确实带上了母亲这个身份之后，他的自己就消失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和视角，就是你可以是孩子的母亲，也可以永远做你自己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好。最后这个点题啊，我很喜欢。这很简单，很感动。我其实最后你在表达一个讯息，就是说，不要把孩子的那个责任放在妈妈的身上。虽然你也是轻轻的讲过去，可是我可以感觉得到，你也有你的花样年华，我觉得有鼓励到我哎。所以我很喜欢你的表演，谢谢你带给我的感动跟欢笑，谢谢。我想说一下，就是因为我不太敢讲，就是亲子这个话题，所以我今天就很想做一个实验，就是想站在孩子那个立场讲一讲他看见的书包、学习机这些东西，因为好像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差的就是家长站在孩子的立场，就是生不生孩子，其实这个是个人的选择。但是关心和爱护每一个小朋友，其实是我们成年人的，那叫啥呀？责任、义务、良知。他知道是啥，他问咱俩干啥？对，咱俩跟傻子似的。就是这些小学生也好，还有初中生、高中生，他们挺不容易的。我每次在新闻上看见他们，就是有好多休学呀，还有包括挺多有心理问题的孩子，其实很心疼。没有，我讲一个故事。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说的那个话。你还记得有一次你让我给你录一个什么视频？他说付航给我录个视频呗，然后给他录了。我说录完了有没有给你再写点什么？你还会写字？我说我会写字儿。然后你非常认真的看了我说一句，不会写字也没关系。
你说过，还挺感动的。就是我能懂你的意思，你能从孩子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，看学历、文化、知识，真的特别好。我真的会写字。谢谢史岩，也恭喜史岩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。